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现在跟老人一块住，我觉得他们吃的太单调了。每星期固定项目，饺子、面条、馅饼，炒菜也永远就是那么几样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生活太无趣了。我婆婆说，在农村可不每天就是吃这些吗？哎呀呀，世界那么大，能吃的好吃的可太多了。看来是我该出手的时候了。今天我就要给他们换换口味。今天我要给我们家人做一道印度烤饼和黄油鸡。印度烤饼和黄油鸡是全世界公认的很美味的食物。其实它的做法还蛮简单的，我们在家也能做出餐厅级别的味道。先把烤饼的面揉了，然后等发酵的时候就可以做黄油鸡。所有材料都放在一起，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一天之内我做了2次烤饼，总结出它好吃的秘诀就是面团一定要够软，一定要舍得放液体，粘手就对了。如果你的面团不够软，做出来的就是发面饼。吃起来不能说不好吃，只是没有体现出它的特色。这个饼手揉也可以，机器揉也可以。手揉如果太湿黏的话，材料混合均匀以后松弛20到30分钟再揉，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发过的家常饼里揉面的方法。面团揉好以后，最好表面抹一点油，然后给它盖好，放在一旁发酵。现在就可以做黄油鸡了，可以用鸡胸肉，也可以用鸡腿肉，但是鸡胸肉要买大鸡胸，不要买小鸡胸，小鸡胸吃着还是容易老。把肉切大一点的块，然后先来腌鸡肉，挤一点柠檬汁儿，再放1小勺姜泥和1小勺蒜泥，放孜然粉、辣椒粉、玛莎拉粉。玛莎拉某宝上就有卖的，挺便宜的，16块钱一盒，能做好多次黄油鸡。再根据个人口味放入适量的盐，把它们抓匀。然后放酸奶，酸奶应该放特别稠的那种希腊酸奶，我用的就是自制的无糖酸奶。拌匀以后腌制20分钟，这些是用来做汤汁的材料。先把锅烧热，锅里先放一点油，把腌过的鸡肉放进去煎一下。鸡肉稍微一变色就可以盛出来了，不要煎太久。然后不用刷锅，再放一点点的植物油，再放入配料表里的黄油，下洋葱和蒜翻炒，要炒的时间长一点，炒到洋葱有点微微发焦了。然后把番茄放进去，翻炒一下，把番茄的汤汁炒出来。把香料下进去，再加入糖、盐。如果不太能吃辣的人，辣椒粉要少加或者不加。再倒入100到200毫升的水，翻炒均匀。再加入腰果，盖上盖子炖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先关火，把这一锅材料全部倒入到搅拌机里，给它打成汤。然后过筛一下，这样这个汤汁吃起来又细腻又浓郁。这一步做好以后，黄油鸡的做法基本上就完成90%了。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，等把饼做完再完成最后的10%。这个时候面基本上也发好了，然后我们给它倒出来，给它平均分成8份。那这个配方我们就可以得到8张烤饼。如果着急的话，你也可以就这样直接把它擀开烙饼。但是我觉得给它再滚圆一下，然后松弛一会儿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松弛20到30分钟。这个时候来准备一些蒜蓉黄油，把蒜磨成蒜蓉，然后把蒜蓉和黄油放在一起拌匀。原本印度人的做法不是这样做的，他们是把蒜切碎，把香菜和蒜直接放在面团上擀开，最后出锅以后再刷黄油。不过我不喜欢吃蒜粒，但是我能吃蒜味儿，所以我就把蒜泥加在黄油里了。再准备一些新鲜的香菜叶。面团松弛好了，然后就把面擀开，先给它擀成一个小圆饼，
然后就把香菜叶儿和蒜放在上边。再给它继续擀薄。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印度人在家是怎么做的啊。饼擀开以后，没有香菜的这面冲上，在饼的上面抹一点水。烙饼的铁锅要提前烧热，锅里边不抹油，就这样把有水的那面直接放在锅里，用中火加热，火不能太小，加热到鼓起很多小泡泡，然后就翻面。但是它翻的不是饼，是锅。上色了吗？还没。哎呦，行了吗？坚持不住了。哎呦，另一面的饼皮是用火烤熟的，但是我的锅太沉了，太费我了，所以我还是翻饼吧，不翻锅了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出锅以后，趁热在饼上抹上大蒜、黄油，瞬间就会闻到这浓浓的香气。不过香菜在翻面以后容易变糊，然后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可以翻面之前喷一点水，这样它就不会糊了，而且饼也会很脆。翻面以后再加热个1到2分钟，等它表面也都上色了，这样基本就好了。每一张饼出锅以后都赶快趁热抹上黄油。可能你觉得擀面的时候放蒜和香菜很麻烦，现在大家都改良做法了，可以先把香蒜、黄油融化，然后关火放香菜碎拌匀就好了。等饼熟了以后，直接把这个香蒜、黄油抹在上面。等饼全部做好，再把黄油鸡剩下的10%完成。你也可以一边烙饼一边做，这样2样同时出锅最好吃。把这个浓汤再重新煮开，如果太稀的话，你就可以给它多煮一会儿，让它收浓缩一点，然后再把鸡肉、淡奶油和黄油放进去。鸡肉放进去以后，再煮个5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出锅，这颜色真的很印度，表面再淋一点奶油和香菜碎装饰。这个烤饼真的非常的软，尤其刚出锅的烤饼，它除了软，外边还是焦焦脆脆的，吃起来还很有嚼劲，还有大蒜和黄油护体，真的太香了。把饼蘸着黄油鸡吃，很下饼啊！我要控制我自己，我在减肥呀。黄油鸡很复合的味道，第一口吃下去是奶油的香气，但是绝对不会腻，因为它还有点微微甜，有点微微酸，还有点辣，感觉很过瘾。也可以拌米饭吃，也很下饭。还没试过的朋友可以做来尝一尝，也给生活增添一点惊喜和刺激。